你审视自己的生活，是否看到一片需要改变的汪洋大海？那份无法让你满足的事业，那份从之间流走的自律，你照镜子似的感受，以及改变一切的沉重压力，在你画出第一下之前就已将你淹没。这种被自己的雄心壮志所掩埋的感觉，渴望在自己的存在中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却不知道该打向那一场战役，该在棋盘上移动那一个士兵。这是一种普遍的体验，是千百万人灵魂中的回响。但我需要你此时此刻明白，这种瘫痪，这种溺水，是建立在一个关于改变的根本谎言之上的。你成了一个瘫痪的梦想家，你花上数小时甚至数天来规划完美的生活，你设计日程，观看理智视频，以一种随着1月的第一路曙光而消失的信念，许下信念的决心。著名的第一天从未真正到来，你感觉自己就像站在一座巨大的山脚下，被浓密而寒冷的雾气笼罩，不仅看不见山顶，甚至连可以攀附的第一寸岩石都看不见。这种规划、犹豫和挫败的循环，产生了一种浮世性的焦虑，一种在你耳边低于你能力不足的自我迫害感。那座山对你来说太高了。但我们这次会面的承诺是简单而直接的，我们将驱散这片迷雾。解决你瘫痪的方法，不是一张一次性盘等整座山的复杂地图。解决方法是一种思维技术，一种古老而实用的哲学。它将教你执着地专注于唯一重要的那一厘米岩石，就在你面前的那一块。今天，你不会学会改变一切，你将学会迈出第一步。为此，我们将解锁第一步的5条法则。这是一套将你的瘫痪转化为力量，将你的观醒转化为深思熟虑的行动，将你的未来转化为你掌控当下的必然结果的准则。在我们深入探讨这5条法则之前，让我们与现在立下一个契约。你的旅程从此时此刻开始，从一个简单的行动开始。给这个视频点个赞，作为你此时此刻全情投入的标志。订阅频道，加入一个由正在从瘫痪的梦想家转变为当下建筑师的个体组成的社区，并且作为你将意图锚定在现实世界中的第一个行动，到评论区告诉我呢，正在从那个城市、州或国家观看生命你的存在。这是你掌控自己空间的第一个行动，是向宇宙宣告：我在这里，我准备好了。我们将用来瓦解这种瘫痪的工具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它被称为4多个主义。不，我不是在谈论学术哲学，不是那些布满灰尘的文本和复杂的辩论。我所说的4多个主义是它被构想出来的样子，一个人类心灵的操作系统，一种为将军、皇帝和普通公民锻造的武器，用以面对现实世界的混乱。它的核心前提是极其简单而有效的。在任何情况下，生活都分为2部分：你能控制的和你不能控制的。你的瘫痪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了第2部分，在山上，在物种，在一切上。从今天起，我们将只专注于第1部分。正是在这里，我们进行了最重要的改变。我们将中心定义迈出第1步的含义。改变一切的第1步，不是跑一场马拉松，不是辞职，不是一夜之间建立一个帝国。第1步是一个内在的决定，一个身份的转变，是停止将自己视为一个将要改变的人，并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行动的人。你所寻求的转变不在终点线，不在一个遥远而不确定的未来，它在于现在有意识地穿上鞋子的决定。因此，我们的目标不再是改变一切，我们的目标是掌控当下。我们将中心定义成功，将其从最终结果中抽翅，并将其置于你唯一可用的行动的完美执行之中。伟大的4多个派哲学家塞内卡，罗马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曾研范论述力量如何存在于当下。他警告我们，我们大部分的痛苦和焦虑都来自于我们执着于过去或过度投射于未来。
当我们推迟生活时，生活就在流逝。他说，你的瘫痪正是这种推迟的体现。你生活在一个当我改变了的假设行为来中，这剥夺了你在唯一真正存在的时间里行动的力量。现在，通过专注于最小的行动，在单一的步骤上，你不仅是在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你正在将你的意志于人类本性最深刻的智慧，一个经受住时间考验的真理，对齐。现在，我们进入你转变的核心。第一条法则是最关键的，因为它是其他一切的基础。它是单一性法则。它要求你做出一个极其勇敢的行为，放弃一次性改变一切的幻想，审视你想要改变的如山般的事物，你的事业、你的健康、你的思想、你的人际关系，然后意外可以胜般的精确都选择一个，只有一个，不是两个，不是三个，一个。从这一刻起，这唯一的事情就成为你的伟大任务。它不在时代办事项清单上的一个项目，它是你的被记性，你只照关注的焦点，是你将要画向的事业中唯一的点。这个选择必须清晰而具体，不要说我想变得更健康，那是一片迷雾，一个模糊的愿望。要说我的任务是每天步行30分钟，不要说我想多读书，要说我的任务是每晚读10页书。单一性迫使清晰，而清晰是瘫痪的解药。通过定义一个单一的任务，你正在清理战场，你正在移除所有其他的干扰，并给你的大脑一个明确无误的命令，一个清晰的目标。这种选择一件事高于其他一切的行为，不是限制，而是个人力量的最高形式，是你对你生活的混乱说，现在由我决定是要重要。这里出现的内心冲突是及时而强大的。你的大脑习惯于大规模梦想的因会反抗，它会抵御说，只专注于一件事太少了，只是走路，那饮食呢？工作呢？冥想呢？这不足以改变一切。它会用多人物处理的海市蜃楼来诱惑呢？用呢？可以同时在所有展现上前进的幻觉来诱惑呢？这是平庸的声音，他祝愿在10个不同的方向上迈出10个1厘米的步子，也不愿在唯一重要的方向上迈出1米的一步。这是害怕承诺与消失，因为怕显得不够宏伟的自我。这种抵抗是大多数人失败的原因，他们将自己的意志力稀释到几十条消息中，而不是将其汇集成一条能够雕刻出峡谷的强大河流。人类的大脑不是为全面而即时的革命而设计的，它通过专注的挂影而进化，试图一次改变一切，就像试图在同一天学习单钢琴、拉小提琴和大鼓一样，结果只是噪音、挫败感和这我没有音乐天赋的错误结论。事实是，你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掌握一个单一的音符。你需要明白，这个将你拉向复杂性的声音不是你的盟友，他是你的内在破坏者，是你瘫痪输下去的守护者。他祝愿你继续处于不堪重复的梦想假状态，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什么是真正改变的，没有真正的风险被承担。对单一性的承诺是可怕的，因为它是真实的，它将你置于赛场之上，它让你对一个可衡量的结果负责。与这种拥抱世界的意愿做斗争，是你真正的第一场战斗，是你作为一个当下建筑师，而不再是环境受害者的新的承诺的第一个考验。想象一下，你是一座宏伟大教堂的建造者，你手中拿着一座宏伟建筑的蓝图，有高耸的塔楼、妖艳的彩色玻璃窗和雄伟的拱门。如果你每天看着整个蓝图，心想我需要建造这一切，人物的重压会压垮你，你甚至不会拿起第一块石头。瘫痪会成为你的自然状态，最终项目的宏伟将成为你的监狱。你会坐在尘土中，
欣赏找质上的设计，却永远不会将一块砖头放到位。这正是你一直以来对你生活所做的。然而，大世纪的建造者并不专注于大教堂，他忽略了完整作品的图像，他的注意力，他的整个宇宙都在一块砖头上。他当天的任务不是建造大教堂，而是完美地砌好这一块砖头。他专注于将砂浆胶搬到卡到好处的稠度，以毫密集的精度方制砖块，并确保它水平而稳固。他所有的骄傲、所有的技巧和他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这个单一的、可控的行为上。他知道，雄伟的大教堂只不过是城墙上末块完美砌好的砖头的综合。这就是你必须采用的心态。你唯一的任务，不行30分钟阅读10页，就是你今天的唯一一块砖。你不是在改变你的健康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只是在砌这块砖。未来，你转变后生活的教堂，如果你精通每一个小行为，它会自己照顾好自己。将你的目光从遥远的塔楼移开，专注于你手中的石头。这是你力量真正存在的唯一地方，也是真正建设发生的地方。通过拥抱单一性法则，你达到了一个你可能从未体验过的精神清晰状态。焦虑消散了，因为不再有上百个变量需要管理，只有一个任务。拖延症失去了它的力量，因为目标如此清晰，路径如此直接，没有犹豫的空间。你不再是一个试图指挥1000个混乱军队的将军，而是一个有着单一明确命令的精英士兵。这种简单是你最伟大的战略武器。因此，胜利不再在于生活改变的遥远未来，胜利发生在你决定的那一刻。这是我的任务，并且在你每天将精力投入其中，切实投入其中的时候，它被再次确认。你正在用掌控一件事的专注力量来换取改变一切的压倒性瘫痪。这是走出迷雾，开始攀登山峰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不需要看到山顶，你只需要看到你的砖头。这就直接引出了第2条法则，这是执行你任务的使用工具——最小可行性行动法则。既然你有了你唯一的任务，问题就变了，不再是我必须做什么，而是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我能找这个任务采取的最小的、最可笑的容易的行动是什么。这里的重点是可笑的容易。目标不是进步，而是运动。使用一种如此微小的力量来打破惯性，以至于你的大脑没有理由抗拒。如果你的任务是每天步行30分钟，那么最小可行性行动不是步行30分钟，而是穿上步行鞋站起来，仅此而已。如果你的任务是写一本书，你的最小行动不是写一章，而是打开文档写一句话一句。如果你的任务是每天冥想10分钟，你的最小行动是坐在垫子上深呼吸1次。行动必须小到近乎可怜。这是一个如此微小的步骤，以至于我没时间或我没精力的借口变得荒谬。这里的冲突是与我们的自我渴望英雄般的壮举。他像在第一天就跑马拉松，一次性写完整个章节，在完美的激进中冥想1个小时，做一些可笑的小事，似乎微不足道，是浪费时间。制作一个俯卧撑有什么区别？他问道。写一句话不是进步，这种要全部要么没有的心态是你瘫痪的守护者。他说服你，如果你不能做所有的事情，那么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值得的。而由于所有事情总是压倒性的，结果总是没有。这是一个微妙而危险的陷阱。人类的大脑被变成为保存能量，一个巨大而可怕的任务会激活所有的抵抗警报。拖延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机制，以对抗面对一个看起来太大的任务所带来的压力。
最小可行性行动是对这个系统的黑客攻击。它如此微小和无害，以至于它能在你大脑的抵抗雷达下飞行。它不会轰发警报，它只是发生。而在发生时，它开始构建比即使进步重要的多的东西——动力。你需要对你对宏伟成果的需求发动一场战争，并爱上仅仅是开始的过程。胜利不是完成任务，胜利是开始任务。那第一步，无论多么小，都将你的身份从一个相照做的人重新配置为一个做的人。它向你的神经系统证明行动是可能的。这是一辆停止了多年的巨大摩天轮的最初推动。第一次运动是最困难的，需要最多的能量。但一旦轮子开始转动，即使很慢，保持它运动也会变得无限容易。让我们回到我们建造的隐喻。大世纪的建造者知道他的任务是完美地砌一块砖，但也许在一个大雨或极度疲惫的日子里，准备砂浆、搬运砖块和砌好它的想法似乎太多了。在那一天，他不会放弃。他应用最小可行性行动。他不承诺砌好砖块，他只承诺那其他的磨刀，仅此而已。他只是把工具拿在手里。这是一个如此微小、如此没有压力的行为，以至于没有阻力。但当他手里拿着磨刀时，会发生什么？下一步，那一点砂浆已经不那么难了。一旦他磨刀上有砂浆，下一步，把它吐在的座上就变得几乎是自动的。最小可行性行动就像一个诱饵，一个轰发了一系列行动的扳机。他没有欺骗自己，他只是移除了最初的障碍。他没有专注于砌砖，而是专注于那么刀的微笑行为，这就足以打破那一天的惯性。这正是你应该如何对待你的任务。当阻力出现时，当大脑开始找借口时，退回到最小可能的行动。不想冥想10分钟，那就坐下；不想写一页，那就打开笔记本电脑，把手指放在键盘上；不想做一个完整的锻炼，那就穿上运动服。使用这个工具不是为了少做，而是作为一种模糊意识的策略，以确保你总是做一些事情，以确保每天对抗惯性的比分总是你1比0。通过掌握最小可行性行动法则，你从根源上解除了拖延症的武装，你移除了每项人物的情感负担和期望的重压，行动变得轻松，易于接近。最重要的是持续。建立在这些微小行为之上的持续性，是真正建立帝国，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力量。你正在学习开始的艺术，而掌握了开始艺术的人将变得不可阻挡，因为人类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成就都是与一个单一的微笑的第一步。你现在拥有了每天开始的力量，从不失败。你正在建立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小可行性行动将自然的扩展。坐下来冥想的行为将导致1分钟，然后15分钟，然后是10分钟。一句话将变成一段，然后是一页。但这将是有基底发生，没有强迫。持续性创造能力。重要的是，黄金法则保持不变。当有疑问时，当疲惫时，当没有动力时，回到最小，确保开始的胜利。有了你单一的人物和最小行动的工具，我们来到了保证持续性的第3条法则——意识法则。仅仅知道你的最小行动是什么是不够的，你需要给它在你的一天中一个神圣的位置。你需要安排它，把它变成一个不可亵渎的意识，一个在你日常混乱中的锚点。行为本身很重要，但履行它的意识，无论你的情绪活动机如何，才是短造钢铁般记录的东西。安排意味着给你的行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红发点。不要说我今天会读1页，要说每天晚上10点刷完牙后，我会坐在我的扶手椅上读1页。刷完牙后的红发点和在我的扶手椅上的地点创建了一个神经链，它们向你的大脑发出信号，是时候执行预定的行为了。意识消除了决定的需要，决定已经做出了。当红发点发生时，你不争论，
你不与你的大脑谈判，你只是执行。这里的冲突是我们对动机的错误信念，大多数人都在想做，然后才做的模式下运作。我们等待一阵灵感或能量的浪潮来推动我们行动，但动机是一种反复无常且不可靠的情感，它是一个房客，不是一个居民。将你的进步建立在动机之上，就是将你的房子建在沙子上。意识法则颠覆了这一逻辑，行动在先，感觉在后。你不是因为感觉好才行动，你是因为行动了才感觉好。真正的记录不是拥有超人的意志力，它是关于创建结构和系统，是意志里边的无关紧要。飞机驾驶员不依赖于向在起飞前检查仪器，他遵循一个清单，一个意识。外科医生不依赖于受到启发来吸收，他遵循一个协议，一个意识。任何领域的高级小人士都不会将他们最重要的行动留给偶然或情绪，他们将它们转化为自动的、不可协商的意识。你必须以同样的严肃性对待你的最小行动，它是你当天的飞行清单，它是你转变的外科守住协议。通过拒绝与自己的思想谈判，你是在尊重自己，你在告诉自己，你所做的承诺比你暂时的舒适更重要。这是自我领导的事件，这是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士之间的根本区别。业余爱好者在想做的时候联系，而专业人士则无论意愿如何都联系。把意识想象成暴风与重船的锚，周围的海洋是你日常生活的混乱，工作的要求、干扰、情绪的波动、疲劳，这些是威胁要把你带驰航道的风浪。你的任务是你的目的地，是你航行的安全港。你最小行动的意思是你每天在同一时间抛下的重锚，确保无论风暴多强，你的船都不会漂流。它可能会摇摆，可能会被海浪拍打，但它不会失去它的位置。这个小小的意识性行为，在一个无法控制的世界中成为一个稳定和控制点。可能你一天的其他时间都是一场灾难，你可能错过了最后期限，与人争吵，感到没有效率。但如果在这片混乱中，你执行了你的意识，如果你读了你的意页，做了你的俯卧撑，写了你的句子，你就跑下了你的猫，你确保了一场胜利。你想自己证明了，即使在最屁的风暴中，你仍然掌控着你船的一部分。这种日常的锚定时间对你的心理有深远的影响，它创造了一种自我效能感和信心。你开始相信自己有能力兑现对自己的承诺。一个不完成开始的事情的人的身份开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论发生什么都履行其意识的人的身份。这种信心会蔓延到你生活的其他领域。你在一个微小领域创造的稳定性，成为在更大领域建立稳定性的基础。通过将你的最小行动确立为一个神圣的意识，你正在自动化成功。你正在将你的自我、你的情绪和你的懒惰从等式中移除。行动变得像呼吸一样自动，它只是你做的事情。这种自动化释放了大量的精神能量，这些能量以前被用于审议和自我谈判，现在可以用于其他任务。你不再每天打我该不该做得仗，在你建立意识的那一刻，战斗就已经胜利了。咱们是记录不是一座监狱，而是自由。它是从你自己情绪的保证中获得的自由。它是知道无论短暂的感觉如何，你的进步都得到保证，你的船独以抛锚的自由。每一天你尊重你的意识，你都在为你新身份的保险距离存入一枚硬币。而这份财富，这份自信，才是你正在建立的真正宝藏。一次一块砖，一次一个最小行动，一个简短的消息，你已经定义了你的任务、你的工具和你的锚。对于那些认真希望深化这一旅程，成为自己生活真正建筑师的人，我创建了一个名为4多个之星的特别播放列表。这是下一步，包含了保护你的思想和掌控你情绪的高级工具。把这看作是在这个视频之后继续你学习的特别邀请。
连接在描述中。现在，让我们来看第4条法则。既然行动已成为一种意识，我们来到了第4条法则，它在更深层次上巩固了这种改变——身份法则。这条法则的力量在于你在执行意识后立即做什么，它不在于行动本身，而在于你对自己讲述的关于它的故事。在每次执行之后，无论多么微小，你都必须做一个内在的声明，对自己说，无论是大声说出，还是在脑海中想，我是那种遵守承诺、每天锻炼、每天阅读的人。这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积极肯定，这是一种神经中变成记住。每次你执行行动意识，并随之做出声明，你都在为你的大脑提供具体的证据，证明这个新身份是真实的。行为产生信念，你不是在试图说服自己成为一个你不是的人，你只是将一个事实，你刚刚完成的行动与一个相应的身份练习起来。你做了俯卧撑，因此你是那种锻炼的人，这是合乎逻辑的，这是事实。这里的根本冲突在于，我们倾向于相信身份限于行动。我们认为，首先我需要感觉自己像个作家，然后才能写作；或者我需要有健康人的心态，然后才能去健身房。身份法则将这种信念颠倒过来，行动限于并构建身份。你不需要感觉像任何东西，你只需要执行最小的行动，然后将该行动标记为你新身份的证明。身份不是你找到的东西，它是你用每日的投票构建的东西。你的大脑一直在寻求将你的行为与你对自己的信念对齐，以避免认知失调。如果你将自己视为懒惰，它会找到方法来为懒惰的行为辩护。如果你开始提供每日的证据，证明你是有记录的，即使是在一个微小的规模上，你的大脑也会慢慢开始接受这个新身份。一旦它接受了我是一个有记录的人的身份，它就会开始让执行有记录的行动变得更容易，以与该信念保持一致。你正在创造一个积极的反馈循环。每一个最小行动，紧接着身份的声明，都是你为你希望成为的人投下的一票。一张选票赢不了一场选举，一个行动改变不了你的生活，但日复一日，以前张持续的选票必然会改变结果。你不再试图通过意志力来改变你的行为，你正在改变你的潜在身份，行为将作为自然结果而改变。这是一种更优雅、更强大的多的方法。想象一个雕塑家面对一块粗糙的大理石，那座宏伟的雕像，你理想的身份已经存在于石头内部。雕塑家的工作不是添加任何东西，而是移除多余的部分。每次你执行你的意识，你都在进行一次小小的吹击，凿掉一块不属于雕像的大理石。行动就是吹击，随后的身份声明，我是那种，是看着正在现现的形态并承认它的行为。你不是凭空创造雕像，你是在解释已经存在于批习惯、借口和限制性信念层下的人。每一天，用你微笑的意识，你都溢出了更多不属于你的东西。一个负我称溢出了一块懒惰，度过的一夜溢出了一块分心，写下的一句话溢出了一块拖延。你不是在成为一个新的人，你是在回归一个更强大、更真实的自己。这个比喻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将你从完美的压力中解放出来。雕塑家不期望在第一次吹击后雕像就出现，他知道这是一个需要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次微小而精确的敲击的过程。有些天他可能会凿掉一大块，其他日子则是一小块，但重要的是，他每天都出现在工作室，并继续敲大石头。他相信这个过程，相信你雕刻自己的过程。通过时间身份法则，你成为了自己灵魂的雕塑家。你停止认同你过去的失败，开始认同你现在的胜利，无论他们多么微小。你正在从你自己每天创造的证据中，字面上地构建一个新的自我形象。这10个人转变的炼金术，将微小的行动转化为关于你是谁的深刻信念。
而你相信你是谁，决定了你能实现什么。最终的结果是，改变不再是一场斗争，而成为你是谁的一种表达。你不是必须去健身房，你去是因为你是那种照顾身体的人。你不是强迫自己阅读，你阅读是因为你是一个读者。行为变得毫不费力，因为它与你的核心身份完美对齐。这是自我掌控的最终目标，不是强迫的记录，而是源于一个强大、自我构建的身份的自然行动。最后，我们来到了第5条，也是最后一条法则，它保护你所有的进步，并使其真正属于你。沉默法则。一旦你有了你的任务、你的最小行动、你的意识和你的新身份，你必须做一些在我们这个不断分享的时代里泛直觉的事情。保持沉默，不要向世界宣布你的人物，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你的性习惯，不要和任何人谈论你的第一步。第一次生理是私人的，这是一个只属于你和你自己的神圣契约。这种沉默的目的是保护你的能量和你的承诺。当你宣布一个目标时，你的大脑会释放以消极多巴胺，这是你在真正实现目标时释放的同样愉悦的化学物质。这种聒噪的社会认可，你受到的恭喜和加油，可能会欺骗你的大脑，让它感觉一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了。这降低了真正执行行动所需的心理张力。谈论行动成为做行动的替代品。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声宣布的信念决心，在开始之前就要这了。冲突在于我们对外部验证的需求。我们生活在一个训练，我们为每一步都寻求批准和认可的文化中。我们深切渴望他人看到我们的努力，为我们的尝试而鼓掌。沉默是对这种需求的一种反抗。它声明你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来构建自己。重要的证明不是给世界的，而是给你每天在镜子里看到的人。将你的旅程保密，会建立一种积极的内部压力。本来会消散在谈话和帖子中的能量，被抑制并引导到行动本身。它创造了一种个人力量感，一种对你自己事业的主权。你不是为了照片、为了故事或为了掌声而做这件事，你是为了你自己而做。这种内在动机的水平，比任何依赖于外部来源的动机都更强大、更持久。这是一对需要不断从外部添加木材的篝火，和一个从内部产生自身力量的核反应对之间的区别。当你默默行动时，每一个完成的意识都成为一个增强力量的秘密。这是一个只有你才知道的证明。这种私密的胜利比任何公开的胜利都更有力，因为它不能被他人的意见所否定或削弱。它成为你自信心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你不需要任何人相信你，因为你每天都在积累你自己能力的证据。你成为你自己唯一的验证来源。把这个过程想象成一棵橡树的生长，种子种下后，在黑暗中，在地下开始它的路程。它不宣布它要成为一棵巨树的意图，它默默的工作，扩展它的根系，寻找水分和养分，加强它的基础。没有人看到这项关键的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年，地表上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底下正在发生巨大的生长。一棵树的大部分力量在于看不见的东西，它的根系。如果种子试图过造地破土而出，寻求阳光和认可，而没有先建立一个强大的根基，它就会很脆弱。任何更强的风，任何干旱都会摧毁它。你个人转变的旅程也是如此。最初的几周和几个月是你在底下的时间，这是在沉默中原始世界的眼睛和意见。建立你的根系、你的持续性、你的意识、你的新身份的时间。你正在秘密地建立你的力量。不要急于展示你的成果。你所寻求的验证回来的，但它不会来自你的言语，它会来自你不可避免的结果。
最终，像树的嫩芽会破土而出，而当它出现时，它已经很强大。有一个是，它具有人性的跟细致撑着。人们不会注意到你每天微笑的意识，但他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注意到你散发的平静，你展示的记录，你事业或健康上的转变。他们看不到砖块，但他们会两坛与大教堂。让你的结果为你说话，让你成为的人成为你向世界的宣告。在那之前，用抱成魔法则保护你的过程，在黑暗中滋养你的根，在私密的生理中，在直属于你的证明中找到力量。这是你承诺的最终印记，是真正建筑师的标志。他明白最坚固的地基总是冤持公众的实现建造的。通过内化这条法则，你完成了这个循环。你学会了专注于一个单一的人物，用微小的步伐行动，将行动转化为意识，用意识来锻造一个新的身份，最后用沉默的力量来保护整个过程。你现在拥有一个完整、魔物意识的系统，可以摆脱瘫痪，开始真正持久的改变。你已成为当下的建筑师。这个系统不是魔法，它需要耐心和对过程的信念。会有阻力很强的日子，会有你被诱惑回到过度梦想、行动过少的老模式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不要和自己斗争，只要回到法则1，记住你单一的人物；回到法则2，执行最小的行动，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可笑。履行意识，生命你的身份，并在强大的沉默中做着一切。相信砖块，大教堂回来的。你已经看完了这个视频，但实际上你已经到达了你真正旅程的起点。束缚你的坛还是建立在你需要移动一座山的谎言之上的。今天你学到了真相，你只需要专注于完美地砌好一块砖。从瘫痪的梦想家到当下，建筑师的路程不是从明天或下周开始的，它不是在视频结束后开始的，它从现在开始。你的第一个最小可行性行动，你的第一个意识是向你自己生命你的契约。到评论区写下作为你掌控的第一个行动，我的第一步已经迈出。这不是给我的评论，这是你的第一块砖，这是你惯性结束的生命。通过这样做，你加入了一个选择行动而非犹豫的个体社区。如果你真正吸收了每一条法则并走到了这一步，你就是精选群体的意愿，向你自己和他人展示你承诺的力量。除了你的生命，也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这个行为创造了一种强大的社区感和社会认同感，向所有来到这里的人表明，这不仅仅是一个短暂的信息，而是一段值得完成的转变之旅。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你的点赞是对这一哲学的认同，你的订阅是你加入这支当下建筑师军队的如物。最后，请明白，这种掌控当下的哲学是许多人痛苦的强大解药。你认识某个迷失在瘫痪迷雾中的人，某个梦想远大却无法从小处着手的人。分享这个视频呢，不仅仅是发送一个连结，这是提供一个工具，这是向一个在焦虑中挣扎的人伸出援手，并向他展示通往岸边的道路。通过分享，你实践了4多个注意最高尚的原则之一，为人类社区服务，帮助传播清晰，帮助培养其他建筑师。现在就去吧，平静的、专注的、深思熟虑的，去砌你的第一块砖。